华晨宇出新歌了，上周就出了。本来呢，上周就想聊这首歌，但是可惜呢，月天啊，上周太疯狂了，聊别的根本没人看，所以呢，错峰出行，错峰乐评，推迟了一周，认认真真的咱说说华晨宇。我也看过其他人啊聊华晨宇啊，我基本不太认同。就我们这边的综艺里边啊，有几个是我心目当中的重要瞬间，其中华晨宇呢参加快乐男声啊，当年的时候一上来唱那无字歌啊，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瞬间。那一瞬间呢，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流行乐趋势上的这么一个审美。当然啊，这个审美改变的没有那么快啊，因为那一届呢，我记得还有几个民谣啊，民谣呢相对来说好接受一些，学习起来呢也就好实现一点，所以呢民谣呢是最表层的一次审美改变。那之后呢，因为就有了民谣热嘛，但是在民谣热下边，我是觉得还有一层潜流，就是越来越多的传统的综艺受众开始去关注另类音乐、独立音乐，或者叫做呢初听上去很怪的音乐。我到现在啊，还会偶尔翻出来2013年就他唱无字歌的那个卡段啊，尤其是呢跟我身边一些对华晨宇有质疑的一些乐评朋友去聊他的时候呢，我觉得那首歌对于华语乐坛的审美倾向，它就是一次潜流的改变。我不敢说啊，他当时展现出来的东西呢是远远超过其他歌手的啊，我不敢那么说啊，不敢那么说。但是我可以说呢，他当时展现出来的那东西呢，是跟其他人是远远的不是一个赛道的。我当时就心说呢，我说这哥们对 Radiohead 吸收的真好，就他不是模仿，他是吸收。因为模仿的时候呢，你只能说做到音乐或者编曲上有这个近似的地方，但是他弹键盘唱那段的时候，你明显感觉到他非常信这个东西，就是他歇斯底里那个劲儿，我靠，太棒了！好多人可能觉得歇斯底里是坏词啊，不是啊，完全不是。去看外国乐评的时候呢，经常看到一个词儿叫 hysterical，这个呢，它是非常非常褒义的褒义词啊，但是因为这个词对应的中文翻译呢是歇斯底里啊，所以老被当做一贬义词。其实这个词儿呢，在国外的这乐评语境当中是特好一词儿，形容的是什么呢？形容的是表演的时候入戏的那个状态。当时华晨宇他表演的时候那个状态就是 hysterical 啊，这么一个表演的状态。当然，那个无字歌的出现呢，我第一瞬间呢，其实呢，欣喜同时有一丝担心啊，就是我说这个会不会只是一个偶然？但是到了2014年，他又出了一歌叫 Why Nobody Fights 啊，我觉得那就不是偶然了，这是应该是一种必然。那首歌呢，只有一句歌词啊，就是 Why Nobody Fights。旋律上呢，也几乎是一直一个旋律，但是呢，这首歌它明显听起来并不单调，为什么呢？因为情绪一直在变，所以整个一首歌4分多钟，不会觉得因为只有一句词而感觉到枯燥，而是觉得只有一句词的这么一首歌能被他演绎的这么好。那么曾经在我心里头打过的那个问号呢，也就没有了。就是华晨宇的出现，它不是偶然，它是必然。他在某种程度上渐渐地改变了大众审美。首先呢，就是华晨宇他的敢啊，在他之前呢，就是进入大众视野的主流音乐人呢，总是会顾及到大众接受度的问题啊，所以没人敢。其次是华晨宇他会啊，好多音乐人呢，可能是因为见的不够多，所以呢眼界就没有那么宽泛啊。你给他一个就是一首歌只有一句歌词啊的这么一个歌，他就懵了，他可能不知道怎么处理，他心说可能说，我这也叫歌啊？但是到了华晨宇这儿，他会啊，他知道该怎么处理。然后说到眼界这事儿呢，我就提他过去的争议啊。我记得可能是在2016年前后吧，他有一次是上什么节目来的，表演特别夸张啊，化妆也特别夸张。后来呢，因为夸张这件事儿呢上热搜了。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呢，是正好赶上一个什么时间点啊？是那时候正好赶上 David Bowie 去世啊，他去世啊，好多人怀念，但其中很多人怀念的时候呢，仅仅局限在什么呢？就朋友圈啊，点蜡烛，发一好可惜就完了。但是在那之后呢，有一批人他是对音乐比较认真的，当时实际上在全球啊掀起过一股这个David Bowie热。大家纷纷研究David Bowie过去的音乐，包括造型啊，所以当时我记得啊，我在看到华晨宇表演那个夸张劲儿之后，我心说太棒了，我说这哥们儿一定没少研究David Bowie，而且还是那句话啊，就是他研究出来的结果呢是能够内化的，不是说我完全模仿就完了，不是。
就是他一定深信啊，那个时期 David Bowie 长在他内心里了。包括后来798有一次办过一个 David Bowie 的展览，我记得我在那展览上也见过他，说明他是真的喜欢啊。然后紧接着就是2018年的时候，波西米亚狂想曲的上映，The Queen 皇后乐队又翻红了一次。据我所知呢，当然我这不能说在哪儿知道的啊，不好意思。就那个电影对华晨宇影响也特别特别大，而且呢，他的嗓音确实高度上有这个能力啊，所以在那之后呢，就开始有对他飙高音这事儿的一个质疑了。但是呢，在这类质疑当中呢，我最不能接受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啊？是说因为他飙高音质疑他审美啊，这个我完全不敢苟同啊。华晨宇的审美呢，一直我觉得啊，是跟他在同一个舞台的歌手里面呢，我一直觉得华晨宇的审美外延啊，他一直在向外延伸的。其实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想过说做一期华晨宇，直到上周他出了一首我特想去聊的歌，就是《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这首歌呢，就能看到我刚才说的关于他审美的一个外延。我觉得这几年呢，审美外延呢是延伸到什么呢？是延伸到对岸的一些新时代的这个乐队啊，去朝那边看的。生生不息宝岛记的时候，我无论如何啊，也没有想到他会去选择翻唱康尔坦的《变化球》，美好的事儿可不可以发生在我的身上啊？这个翻得非常非常好。为什么说是翻啊？我没有用改编这个词儿啊，我为什么说是翻？就是因为在编曲上，这首歌跟原唱的编曲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出入的，是非常非常尊重原版这编曲的。与此同时呢，华晨宇他唱的确实比康尔坦要好啊，实话实说。这就要说到高音的部分了啊，就尤其这首歌里头，歌曲内容本身啊，它是跟内心自我跟这个生活抗争的这么一个情绪在里边，所以有些地方呢必须高上去，那个情绪呢，它那个冲撞啊，那个情绪的那个冲撞，它能表现出来。其实这首歌呢，在节目之前呢，只是在专门听对岸乐队的这么一个群体里头，有人知道这个歌，但是呢，在更大众的范畴当中啊，其实没什么人知道这歌。所以当我知道华晨宇要翻这歌的时候，我心说，我说这哥们儿一定这些年啊，对对岸的音乐、乐队音乐他没少听啊，听的特别特别多。包括新歌《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中有段贝斯，我心说他肯定特别喜欢大底骚，所以在编曲上他要加进来这么一点有点数学摇滚的感觉的这样的段落进来。无论是他出于个人兴趣也好，还是说他对华语乐坛真的有己任也好啊，至少他做出来的东西，他不是平淡无奇的东西。但是呢，这件事没有人注意到，很多人注意到他谈论他的时候，还是那些跟作品无关的事儿。所以呢，当我带着一层对他理解啊，同时对外界评价的观察啊去看，其中有一句歌词啊，就是复杂世界总创造不高兴和没头脑，我却只想造一只猫，靠漫步将生趣填饱。复杂世界总创造不高兴和没头脑，我却只想造一只猫，靠漫步将生趣填饱。这句歌词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贴近他现在的那个状态。不高兴跟没头脑，在我看来呢，就是说的外界那些评价。那么复杂世界是什么？是说明他面对这些评价的时候，他没生气啊，没急，他很清醒的知道这世界很复杂，他就会有这样声音。但你也没办法，因为世界很复杂嘛，所以这些东西呢，它是世界的组成部分啊，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后面那句呢，就是他对应这些东西的时候，自己还是该干嘛就干嘛，靠漫步将生趣填饱，这意思。再后边接着一段是劝自己也安慰别人，就是心中有一片富饶，快乐就会笑，不再计较两脚受烦恼。心里有一片富饶，快乐就会笑，不再计较两脚受烦恼。这个呢，就是说你得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啊，你心中都有一片自己的小世界，你在那个小世界里呢，你能得到自己的快乐。你面对工作，面对家庭，这些人类是世俗烦恼啊，就是说这两脚兽就是人类啊，就是他歌词里说的那两脚兽烦恼的这个时候，你要选择什么？你要选择的是对抗吗？对吧？你要选择是生闷气吗？不是，你选择是回到自己小世界里的，执着于自己的爱好。然后你会觉得，哎，这个东西对你来讲更重要，于是不再计较两脚兽烦恼，也就是那些世俗的人类的烦恼。然后就是接下来这首歌里头，我觉得一个很金的金句啊，就是我想知道蝴蝶柔软的一生到底能飞多高。我想知道蝴蝶柔软的
是柔软的一生，就是因为他不去对抗什么，而是去软化一些东西。就这样的一生究竟会怎么样？包括他后边歌词里说的那个飞翔没有行走更重要，世界很吵，你别太苦恼啊。其实表达的都是同样的意思，只是换了一种慰藉的方式。说完歌词啊，我再说说这首歌音乐的部分，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从音乐里头能听到一些趣味。我看这首歌评论啊，很多人都说这首歌厉害之类的这样的评价，但是我觉得他光说厉害不行，他不够有说服力啊，他是一结论，它不是论据，你知道吧？咱得知道这首歌哪儿厉害啊。首先这首歌听上去是一首没有前奏的歌，是直接进唱的，但是其实不是，这首歌有一个前奏，这前奏不到半秒，它很隐藏，你知道吗？大家仔细听啊，在进场之前实际上是有一个吸气的这么一个声音。如果每个人这个吸气的声音啊，在流行音乐的标准里面，工业标准里面，一般都是被要剪掉的，因为在流行音乐的工业标准里面呢，是要尽可能美化，就跟美图一样啊，把皮肤磨细了啊，颜色变白了啊，这些都是标准，但标准呢，往往跟生活实际是不符的。具体到我刚才说那个吸气啊，流行音乐工业标准为什么要给剪掉？是因为工业标准里的美呢，是不想让人听到歌手的喘息声的，或者说呢，就是不想让人听到歌手换气的声音。包括很多教那个唱歌的这个教学视频啊，都会有一课，就是说让你唱歌怎么听起来没有呼吸声啊。这不真实，你知道吗？就你唱歌的时候怎么能不呼吸呢？什么人不呼吸啊？去世的人才不呼吸呢。华晨宇这个不到半秒的吸气的声音肯定是故意保留的，他故意保留那个东西呢，在我看来就是前奏。前奏不一定非得是几个小节的器乐铺陈啊，前奏的核心是什么？是你要表达什么。那么这首歌表达的就是对自我认同的一种肯定，所以这首歌前奏它虽然只有半秒，但是这个半秒的功效它超过那种几十秒的这种传统前奏所起到的功效。再有就是这首歌前面的和声走向，它前面的和声呢是4563啊，4536。如果每个人注定要衰老，还不如留给花园多一顺色彩。它哪个用的特别好呢？它2次用的3级和弦用的特别好。它第一次3级和弦用的小调，第2次用的是大调，都是同样的根音，但是呢，它因为大小调的切换，让听感上呢多了一层色彩。而且呢，它在切换到3级大调和弦的时候，唱的正好是什么呢？能让花园多一些色彩。这句，我跟你说，这一定不是我的过度解读，不可能这么巧合。从直观上看啊，它2个3级和弦都是升 C 的这么一个根音，但是就如同你菜市场买的牛肉跟那日料店里的那个和牛，它不一东西啊。虽然都叫牛肉啊，但是呢，吃起来完全不一样的口感。虽然都是升 C， 但是升 C 大调跟升 C 小调它完全不是一个东西。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看似普通，但一点也不普通啊。节目最后啊，我说2句心里话啊。就是有时候我做乐评这个工作呢，其实会特别的纠结，就是乐评到底是帮人泄愤啊，还是去帮别人了解音乐，或者说呢去帮别人理解音乐。我自己呢肯定越来越倾向于后者啊，所以呢咱们最后做一广告啊。我的新书啊出了，并非假装懂音乐啊，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聊音乐的时候呢，会聊到很多的音乐风格，但是呢，这些风格呢，比如说 R&B 啊、Punk 呀、Funk 呀、Rock 呀这些词呢，它到底怎么来的啊？这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聊音乐风格的时候聊不到的东西。然后这本书呢，讲的就是这些音乐风格名词，它当年形成那个刹那，它发生什么样的故事。这本书里呢，没有任何枯燥的乐理，全都是故事跟乐理啊。这期就是这样啊，可能聊得不够全面啊，大伙儿还多担待啊。拜拜。